亿万富豪回家探亲，假扮成乞丐，儿时的玩伴见到他疯狂嘲笑。军哥这是荣归故里，瞧不起我们了。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荣归故里呀！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呢。他来到大舅家，大舅见他这身装扮直摇头，一个不如一个。二舅妈更是对他一脸嫌弃，说家里刚换了坐垫，不让秦军进他们屋。秦军之所以这身装扮，还要从他小时候说起。秦军爸爸是从外地逃荒来到何家村的，在这里娶了瘸腿的母亲。可父亲好吃懒做，整天只知道喝酒，逢人便吹嘘祖上曾经的风光，家庭的重担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。因为村里只有他们一家姓秦，秦军上学时经常被同学欺负。不过秦军遇上了一位好老师，老师告诉他有志要放在心里，不要总挂在嘴上，只有当自己强大了，才能真正得到别人的尊重。秦军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，到了上学年纪，家里却拿不出学费，母亲带着秦军去大舅家借钱，大舅怕他们还不上，就没有借给他们。母亲又去二舅家，二舅妈更是冷嘲热讽，说家里没钱。父亲得知后埋怨舅舅们见死不救。想当年老秦家有钱的时候，村里谁要是有困难去借钱，他爷爷从来都没说过二话。秦军不想再听父亲吹牛，他决定让弟弟妹妹上学，自己外出打工补贴家用。妈，这几年你受的委屈，从现在开始，儿子还你。临走时，秦军在村口刻下了一个秦字，他发誓一定要闯出名堂，让秦家在何家村拥有一席之地，让母亲不再遭人白眼。转眼10几年过去了，秦军在城里摸爬滚打，小有成就，带着几个朋友一起做装修生意。当得知同村大宝母亲年迈多病，他经常会额外多塞一些钱给他。在一次和朋友吃饭的时候，秦军无意间得知有一家酒吧准备转让，他二话不说就把店盘了下来，还邀请自己的合作伙伴一起入股。在秦军的管理下，酒吧生意越来越好，村民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大转变。张浩、大宝还有和平都给你家老大沾光了，那你啥时候把我们家铁柱也带上呗？回头我跟老大说。哎，二舅妈见秦军发财，很是眼红，开始在母亲耳边挑唆，说酒吧那种地方乱得很，经常会发生打架斗殴的事情，让秦军千万别做违法乱纪的事。母亲听了二舅妈的话，果然有些担忧，但秦军却向母亲保证，自己一定会清清白白经营酒吧，绝不做伤天害理的事。母亲听后终于放下心来。就在一切都朝好的方向发展时，一场意外却打破了这一切。大宝母亲旧病复发，卧床不起，医药费是个大窟窿。他找到秦军说，表哥在南方有一批货，转手就能翻一番，可本钱却需要10万。秦军见好兄弟有难，便把酒吧抵押贷了款交给他。结果不久后传来大宝被骗的消息，原来那批货是别人给大宝做的局，这下算是赔了个血本无归。秦军将面临1个月将近1万的高额利息。就在秦军为这件事发愁的时候，妹妹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。哥，我考上大学了，你看。曾经梦寐以求的通知书，如今变得无比沉重。妹妹没有辜负秦军这些年的辛苦付出，可高昂的学费现在对她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。这时2个混混上门催债，争吵中一个混混动手打了妹妹。秦军见状抓住对方就要动手，结果混混不小心被墙上的锐器所伤，兄妹俩害怕的跑回了家。秦军以为自己失手杀了人，于是决定去投案自首。可母亲不想儿子在监狱度过余生，于是以死相逼，让秦军出去躲避一阵子。秦军在门外给母亲磕了3个头，然后便踏上了逃亡之路。秦军这一走就是5年，如今衣衫褴褛的他再次回村，没人知道这5年他经历了什么。他回到家却发现家里住着别人，原来弟弟为了在城里买房，把家里的房子卖了，让父亲独自住到了山上的小破屋。秦军虽然看不惯父亲的不作为，但也不赞同弟弟一个人在城里享福，把父亲留在村子里受苦。他气愤地找到弟弟，见哥哥一身破烂，弟弟嘲笑他没有资格教育自己。你混得好了，教育我还行，你看你现在这样。秦军听后愤然起身，他狠狠扇了弟弟一巴掌，然后失望地离开了这里。秦军想看看妹妹过得怎么样。妹妹因为秦军出事，并没有去上大学，如今整天跟一群姐妹无所事事。妹妹见她这般模样，怕丢人，便说不认识她，这也再次伤了秦军的心。秦军来到当初的酒吧，如今这里被大宝买了下来。原来当年秦军走后不久，那些违法放贷的人就被抓了起来，大宝便买下了其他人的股份，成了这里的老板。他丝毫没有念及当年秦军对他的恩情，还假惺惺地拿出1000块钱让他买身像样的衣服。秦军并没有要他的钱，他只是想来看看当初自己创业的地方。再次回到村子，秦军遇见了陈大爷，从大爷口中得知自己当年并没有杀人，对方只是受重伤住进了医院。母亲为了赔付对方的医药费，每天忙完地里的农活后，就到附近的水泥厂打零工，加上秦军平时往家里拿的钱，最后凑足了6万块钱赔给对方。母亲也因积劳成疾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她临终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到秦军最后一面。
秦军来到母亲的坟前，久跪不起，一连好几天他都不吃不喝。曾经一起打拼的江浩过来劝他想开点，他把自己的钱全都交给秦军。秦子，我身上只有这么多，你先拿着，别太委屈了自己。等2天发工资我再来看你。江浩跑到对面的山上朝他大喊：哥，我相信你还能干到。没想到最后只有江浩把秦军当兄弟。这时一名记者来到秦军身边，原来就在几天前，小雪无意看到一位大妈四处求人，她哭着说给孩子救命的钱不小心丢了。秦军见状毫不犹豫把5万块钱给了大妈，让她赶紧去给孩子治病，还给了她一部手机和家人联系。小雪见乞丐装扮的秦军出手阔绰，便好奇地找到大妈，记下了手机里的电话。接着他跟着秦军来到何家村，目睹了他这一路的遭遇。为了解开秦军离家5年的谜团，小雪主动联系了手机上的人，对方说秦军是他们集团的总裁，身价上千亿。原来当年秦军离家后便去了南方，他先是从搬运工做起，后来有了一些积蓄就卖起了西瓜。他会在西瓜上刻上价钱和数字。这天一位富家千金买了3个西瓜回家，父亲问他西瓜上的数字是什么意思。小雅说卖瓜的人让他按数字吃瓜，第1天吃克1的西瓜，第2天吃克2的西瓜，这样每天吃到的西瓜都是最甜的。父亲听后觉得卖瓜人很有意思，很有经商头脑，随即便叫司机带他找到秦军。老人决定买下秦军1车的西瓜，可秦军却建议他去批发市场，那里不仅便宜还能送货上门，这让老人对他更加好奇。哎呀，我活这么大年纪，还第一次碰到你这么做买卖的。您要是今天一下把这瓜给我买走了，我这一天就没瓜卖了。这不正好吗？你钱不少赚，还能休息1天啊。这俗话说，关1天张，冷3天客。您看这马路上人来人往的，虽说不一定都买我的瓜，但是啊，如果我1天不在这儿，他如果来买瓜见不到我，那耽误的可不就是1天的事喽。老人听后觉得秦军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于是介绍他去自己公司上班。原来老人是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，他一直都在寻找合适的接班人。秦军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，他刻苦学习，一步步走到了管理层。在老人的弥留之际，他找来秦军，希望秦军在自己走后担任公司总裁，并替他照顾好自己的女儿。可秦军知道自己身上背着人命，他不能接受任何人的重托，更不能去爱任何人。秦军不想再这样担惊受怕下去，于是他决定回家看看母亲，然后就去自首。小雅不放心，偷偷在他包里放了5万块钱和一部手机，谁知他扭头就把钱和手机送了别人。得知秦军在何家村，小雅就带着公司的同事来到这里，村民们这才知道了秦军的真实身份。小雅劝秦军跟自己回去，可秦军却无动于衷，最终大家只能强行把他送去医院。秦军在医院昏睡了3天3夜，小雅说妹妹在他身边守了2天。其实秦军心里并没有记恨妹妹。很快亿万富豪假扮乞丐回家的新闻就传遍了各大媒体，所有认识秦军的人也都赶到了医院，希望能跟富豪相认。可此时的秦军已经出院，西装革履的他再次来到何家村，村民们提着礼品来送他，却都被秦军一一拒绝。他鼓励表弟坚持自己的梦想，把家乡的茶叶卖到全国各地。这时秦军注意到远处的江浩，他让江浩回家收拾行李跟自己走。回去你把收拾好，跟哥走吧，我在村口等你。去啊！哎，父亲在山坡上远远地看着秦军，他无颜面对自己的儿子。秦军叮嘱妹妹好好照顾父亲。此时大舅惭愧地站在山上看着秦军离开。秦军来到二舅家，因为表弟跟人打架欠了一大笔钱，他把一张30万的银行卡交给二舅。二舅妈没想到秦军会以德报怨，她为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感到愧疚。秦军，二舅妈谢谢你了。秦军离开时只带走了一个碗，那是自己跪在母亲坟前时，父亲每天偷偷给他送饭的碗。这一刻他终于和父亲和解。当你荣华富贵的时候，聚在你身边的并非全是朋友，但当你落难困苦的时候，愿意留在你身边的一定都是贵人。